里是美墨边境上的德州城市 Brownsville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距离边境上的过境点只有2个街区。那我身后的这栋楼呢，是用来接收从边境管理局刚刚释放的移民的登记处。在过去的这3、4个小时里面，我们也是见到一辆接一辆的大巴，带着从各个国家来的移民来到这里。这其中呢，就有来自中国的移民。我们知道，在过去的1年间，来到美墨边境寻求庇护的中国人数是在大大的增加。从去年的10月到今年的3月，短短的几个月间呢，被美国边境的管理人员拘留的中国人数就达到了6600人之多，也是创造了历史的新高。那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，我们也是在这里见到了10几个这样的中国人。在和他们聊过之后呢，我们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出发，然后一路北上，经过了10几个南美洲、中美洲的国家之后，来到这里也就是俗称的走线。那么呢，他们在边境也都被美国的边境执法人员拘留，然后在这个边境的管理局这种机构里面是被关押了3、5天到10几天不等的时间，然后在被释放之后呢，就是来到了这里。我是从中国先是飞到土耳其，但是土耳其它的海关，它要查你机票，如果你买了从土耳其到基多机票，它是不会让你过的，所以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从土耳其先到土耳其，然后再买1个星期之后的去基多的机票，这样会比较便宜。我到基多是4月4号。4月4号，然后从基多立刻开始走线吗？对。然后你也是一路从基多、哥伦比亚、巴拿马，然后这样一路走上来的。是。哦 ，OK， 走了多长时间啊？我是5月1号到的，5月1号过了边境，就是很多人都是过了边境之后，可能就等着警察来找，或者甚至有的人会主动找警察来抓，就这样可以进移民局。那在国内完了以后，压力太大了，现在那赚钱不好赚。那完了以后做点小生意，那小生意完了疫情完了以后，3天2头关门，3天2头关门。那关门完了以后，那工人的工资要发，那你也不能说停就停。他不是说你上班完了以后那停了，我回家休息2天没有工资，是不是？那你要发工资，还有自己的生活费什么的，那现在压力都很大。那我们想通过正规的手术过来，那一个是美国这边完了以后不行，那中国那边也不行，那我们逼得我们也没办法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感觉对那里的那个未来就不抱有什么希望，也就会越来越差，会像什么回到文化大革命的那一种情况。那可能最差的可能也会，可能过几年可能没放弃说不定，我觉得。这个周四5月11号，美国政府将要取消一个在新冠期间实施的移民措施，叫做第42条。这个条款呢，让边境执法人员可以在不经过任何移民程序的情况下，将越境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遣送回墨西哥或者是原籍国，包括希望申请庇护的人。有专家说，这个条款并不会对非法越境的移民产生任何的法律后果，因此有很多移民在被驱逐之后呢，会再次尝试越境。因此，这也是为什么在第42条被取消前的这段时间，我们看到了更庞大数量的这样一个移民潮。如果这个条款取消，接下来产生的这种不确定性将会对走线的移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？我们将会继续在美墨边境的前线为你跟踪报道。